夏天来了，用火龙系芯片手机的小伙伴可以把你的手机型号先打在公屏上啊，咱们看看哪台的存活率最高。前不久呢，我们频道刚刚安排完888的长测，和888并称为卧龙凤雏的骁龙8必然不能落下啊！本期视频我们又是干掉了2333根头发，海量数据啊，兄弟们记得点波赞，特别感谢。这次呢，我们依然选择了当年各品牌的骁龙8旗舰，全部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全部数据重测，而且我们自己还特调了一台骁龙8 Gen1的神机，好像是征服了星铁。先卖个关子啊！好，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1年半过去了，骁龙8的旗舰都怎么样了呢？本期小米12 Pro、Find X5 Pro、X80 Pro、荣耀 Magic 4至臻版以及我三星呢？你小子急什么？我这还没说完呢啊！三星 S22 Ultra 啊，这次不光有三星的手机，而且你注意到了啊，本期所有机器处理器还都是三星工艺制成的。毕竟这颗星已经过去1年半了啊，简单回顾一下啊，在当年火龙888倒了之后啊，都在想下一代应该会凉快一些吧啊，但是8 Gen1更胜一筹啊，火龙变炎龙，直到后面换台积电的8 Plus 之后，才成为一代神优。从数据库 SOC 曲线呢，其实也能非常明显的看出差距。查看曲线的时候，你看这2个点就可以了，越靠近左上角能效越好，反之越靠近右下角能效就越差。CPU 方面，超大和 X2 同样是3瓦的功耗，你看8 Plus 就可以跑到49.3分，而8 Gen1就只能跑到44了啊，低了11.4%。峰值功耗8 Plus 3.6瓦就可以跑到52.4分啊，8 Gen1用了4.1瓦却只有49.4分。GPU 方面，峰值就更加凸显了 ，Asterix 1440P 离屏8 Plus 峰值呢7.6瓦可以跑到51.6分，骁龙8这边10.4瓦却只能跑到47.2。2个版本除了频率差距之外，大家也可以把台积电3个字打在公屏上。这次参赛的机器配置啊，我们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啊，你可以暂停查看。那毕竟都是各家的旗舰款啊，性能配置肯定都差不到哪儿去。即便放到现在啊，好像也没啥太大问题，运存甚至比某些手机还大。实测开跑，首先是25摄氏度环境温下小白测评数据库3.5原神实测模型。我们先看画质，几家机器的静态分辨率，注意是静态啊，都是720P 的啊，没啥毛病。三星则要稍高一点啊，实测表现最好的是小米，达到了52帧，其他4部手机呢都只有40多帧，最低的三星呢甚至只有40.5帧。查看帧率曲线，除了 OPPO 可以稳定在40帧左右，其他4部宛如过山车，上下波动浮动之大让人惊叹。查看后台调度呀，有几种策略 ，vivo 呢是小核尽可能跑满，但是大核呢被限制在了一定频率啊，低于小核。这样的好处是控制发热，但是相对这能耗比就要低一些了。而 OPPO 呢，则是大核频率几乎一致啊。小米和荣耀则是小核始终保持在低负载啊，让大核保持在较高的频率。调度不同也直接反映在了体感上面啊。你以为仅仅帧率低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厂商还有各种小动作，非常让人抓狂。首先，几部手机除了 OPPO 之外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亮度，最低的 vivo 甚至只有145尼特，而荣耀可以得一个小动作最多奖。我虽然降亮度，但是我还降分辨率，而且我帧率还低。帧数方面，大家看纸面成绩啊，40-50帧感觉还算流畅啊，但其实除了 OPPO 相对平稳一点之外，其他体验都可以说是5个字，非常糟糕。原神测完，我们数据库新上的星铁实测也得拿出来试一试啊，不出意外，几台手机全都绷不住了啊。最低的三星呢，平均只有30.8帧啊，又是三星的最低，而且三星的调度之怂也是深入人心的，从进入游戏的那一刻就开始稳定降帧，到测试的后半程基本上只有20帧左右了啊。当然，这种超低帧率啊，也换来了相对较低的功耗和温度啊，5.8瓦，46.5摄氏度。小米则是在22分钟之前啊，稳定的锁在了40帧，体感上面其实还不错，但是代价呢，就是相比于三星，功耗来到了7.2瓦，也干到了48.9摄氏度。OPPO 和 vivo 的平均帧率虽然纸面差距明显，但实际游戏过程中啊，体验差距并不大，都像是坐上了疯狂过山车。而且蓝厂为了我们手的安全考虑啊，非常人性的强行把亮度降低到了140尼特。同时啊，更低的帧率呢，也带来了更低的功耗和更凉快的温度。其实这次实测 OPPO 是让我们最意外的，以前的 OV 2家啊调度策略都差不多，但是这次啊，这 OPPO 相当的刚啊，前面原神大家都看到了，这回星铁继续刚，全程不降亮度啊，尽可能跑满。当然功耗呢也干到了7.5瓦，机身温度呢也接近50了啊，49.6摄氏度啊。刚才一直没提的荣耀啊，我们单看帧率和曲线啊，好像是表现最好的啊，但是它在22分钟时，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直接闪退了。跑在星穹铁道的时候，突然高温铁序直接关闭掉了。接近50度了。我们测试帧率买性能狗可是按分钟计费的啊！今年我们又买了1万多块，兄弟们记得点赞回血啊！荣耀你这一闪退数据不完整，我们又得花钱重测了。在这闪退的22分钟测试里，它的亮度都已经降到了208尼特啊！我虽然亮度低啊，但是我功耗依旧高，已经飙到了8.5瓦，这温度最高有49.3摄氏度啊！这样一想啊，突然还有点庆幸它闪退了，要不然要烫出工伤了。
这2年人们的换机周期在不断的拉长，已经超过30个月了啊！这些机器肯定还有很多人在用，所以在王者环节啊，我们小小的提升了一下测试标准。大家先弹幕一下啊，你现在所在地的温度是多少啊？武汉就不用说了，不下雨，稳稳的30度以上。这次王者120呢，我们就在30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实测。武汉的夏天，我们将数据库的空调开到炙热啊，这份付出是不是值得让你交出手中的3连呢？直接看结果，平时随随便便都能跑出一条直线的王者120啊，在30度下谁也绷不住。在前面表现还行的 OV 也败下阵来，平均只有103帧，唯有在后面更是直接锁90了。反而前面表现比较一般的三星和荣耀在这站起来了，平均帧也可以达到118帧，波动幅度也比较小。帧率只是一方面，在功耗方面呢，除了三星的4.3瓦，其余4部手机的功耗都在5瓦左右，温度也全部在45摄氏度以上啊，最高的小米已经干到了48摄氏度，你再配上30摄氏度的环境温，那么问题来了啊，我们当年花了几千块钱买的大旗舰啊，这才1年多啊，就玩不了新游戏了吗？这肯定不行啊，我们得自己好好想想办法。这是一台骁龙8 Gen 1的 K50电竞版，但是众所周知，它一点都不电竞，所以我们打算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让它变得真电竞。于是，在等待了10080分钟之后，这台骁龙8算是焕发了一些新生。既然因为它发热量大啊，这个限制比较多，我们就干脆删除它的温控墙啊，调度怂，我们就把 CPU 定到最高频率上。在一系列的操作调整之后啊，这部真 K50电竞版诞生了。我们赶紧实测。首先看原神真 K50电竞版啊，居然跑到了59帧啊，接近干满了啊！必须把666打在公屏上。虽然波动还是挺明显的，但是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而且让人意外的是，它的星铁实测我们居然也可以跑到45.9帧啊，已经和现在很多8 Gen 2的旗舰机不相上下了。看来骁龙8 Gen 1的上限也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啊，你懂的啊，代价就是功耗爆炸啊！仅仅是原神环节就已经干到了8.8瓦，在后面的星铁环节更是被我们干到了9.8瓦，温度就更不用说了，53摄氏度的超高温，直接把测试小伙伴的手都给烫红了。这么高的功耗肯定是不符合日常使用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把它的功耗给降一降啊？这时候估计看视频的一些小伙伴啊，尤其是基友应该想到了啊，这个降压超频啊，经过我们的大量实测啊，反复实验，又掉了 N 多根头发之后啊，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对的最优解。我们将中低频 GPU 频率的电压值都调至 MNSVS 这个档，将最高频率从官方的818兆赫兹啊调至740兆赫兹。然后电压等级调至 SVS L0这个档，我们实测在这个档位下的功耗可以得到更好一些的控制，并且也不会出现花屏等影响日常体验的问题。GPU 调完 CPU 也要动一动，我们从网上搜集了大量的第三方内核，最终挑选了最新的潘多拉内核，反正就是一种很牛逼的调度。全部搞完实测啊，注意这个时候原神啊已经从之前的 720P 升级到了864P。我们可以看到帧率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功耗降低了1瓦左右。对于这种画质已经算是很成功了。CPU 调度上，这大中小核基本上都是来回波动。我们拿刚才8 Gen 1的小米12 Pro 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它是将 CPU 的核心分别锁到了一定频率之后啊，一直跑到了最后。但我们这款特调真 K50电竞版的大中小核都是同时升频和降频啊，它忽略负载啊，是洞察每一帧的耗时。只要游戏不卡，它就敢一直降频。当游戏发生卡顿的时候，它在升频。最后我们使用这个调度啊，再带着散热背夹啊，测试了星铁，帧率达到了50.4帧，但是查看曲线啊，在测试过程中呢，还是会有明显的掉帧。这种掉帧场景 GPU 负载确实是非常大的 ，GPU 基本上是全程跑满了，明显是达到上限了。虽然挂着散热背夹，它的温度依然来到了恐怖的50.3摄氏度。虽然经过我们各种调整，可以让骁龙8的帧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而且也比较高啊，但是基于底层的原因，它的发热量还是太大了。在日常使用中肯定是不现实的。星铁测试中呢 ，GPU 也完全吃满，上限啊其实就到这儿了啊。骁龙8 Gen 1这算是被我们完全给榨干了。结束刺激的性能环节，冷静看看续航。为了统一测试标准，我们全部恢复了出厂设置。但由于不同机型的使用频率不同，对于电池的损耗还是有的。不过我们的测试机器呢，电池健康度呢基本都在95%以上。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机器是当主力机在用的，那么你的续航表现应该是比我们这些机器还要再差一些的。这5部即便电池健康度很好，在最新的数据库3.0实测下依然还是很
了，没有一部可以坚持到5个小时。调度最穷的三星也仅仅坚持了4小时46分钟，其余4部手机都在4个半小时左右，而且测试过程中也是乐趣满满啊。这 OPPO 还是将刚猛进行到底啊，一直到关机它都没有降亮度，后果就是真的热啊，干到了50摄氏度。荣耀在还剩2%电量的时候就直接关机了，三星也在还有3个电的时候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下降到了10尼特亮度。不过好在它是能拉回来的。充电我们以为测试一下就完毕了啊，但没想到也是戏剧满满啊。这5部手机中仅有小米快充超过了100瓦，仅需要20分钟呢就可以充满。OPPO 和 vivo 虽然标称8爽啊，但是在最新版本下实测，基本上全程都是稳定在30多瓦，你没听错啊。而三星虽然只支持45瓦，基本上稳定在30多瓦。不过啊，充着充着又不一样了啊，三星降到了只有10几瓦，这 OV 呢还可以维持在20多瓦，最后的成绩呢也差距明显。充满一个三星的时间和 OV 2个加起来是差不多的，最后还是没有违背数学常识啊，这80终究是大于45的。荣耀这边呢是有100瓦的充电啊，但是我们在测试过程中的前2次啊，最新版本下只能激活最高66瓦，实际功率呢最高也就跑到了50瓦。充电过程中呢，大多数时间都维持在30多瓦啊，这个38分钟才充满。直到第3次啊，我们才成功激活了它的100瓦。而这次最高功率呢，确实是可以达到80瓦的啊，但是前台充满呢依旧需要35分钟，完全充满呢55分钟。基于芯片原因，总的来说啊，这个各家这批机器这续航短、性能烂、发热还严重啊，这些都是它们的性能缺点。非要说优点的话，好像还真没有。影像环节之前大家经常说的负优化，这次我们也专门实测了一下啊。正在使用这些机器的小伙伴，如果觉得影像还 OK 的，打不如1；如果觉得不太行的，可以打2啊。配置我们先都给大家列出来，你可以暂停查看。我们这次拍了不少，直接主观说结论啊。系统更新到现在，相较于这些手机刚刚发布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负优化，毕竟是旗舰机，镜头素质也都不差，但它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和三星比的话，基本上每组样张它都是最好的啊。当然啊，当时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嘛。这波实拍它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长焦就更不用说了啊，三星明显更好。这组熟悉的怪兽童鞋同样是啊，不管是白平衡还是锐化，三星都观感不错。不过在夜景方面啊 ，OV 还是要强一些的，不管是对灯压制还是整体的照片质感啊，都要更好一些。和现在的旗舰机相比啊，这个过去了18个月啊，这批机器很多场景下其实也不落下风，甚至某些场景下我们觉得还观感更好一些。但是当下强调的影像的氛围感这东西，确实比不上当下厂商的疯狂内卷了。夜景方面呢，其实没有想象中差距那么大。不过基于镜头的基础素质，在暗处细节啊，这个氛围感的呈现上呢，肯定还是有着一定差距。我们主观觉得这5部机器在影像方面，其实现在用都还是绰绰有余的。性能方面确实拉胯，但是影像方面无需焦虑，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景啊，整体的成像素质都还可以。当年的骁龙8倒了，骁龙8 Gen 1也没能站起来啊，可以说是坑了一波好产品。在日常使用续航都比较差啊，掉帧发热呢也比较频繁，与现在的大旗舰呢肯定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了。我们这种18个月的长测项目啊，目的其实是为了检验厂商对于自己老机器的维护情况，它有没有认真维护啊，有没有直接就放手不管了啊。但是这批机器确实太特殊了，我觉得厂商自己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不过我们这种视频呢都是集中测试啊，正在使用这些机器的小伙伴呢，肯定感触是更深的。我们热烈欢迎这些小伙伴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自己对这些机器的使用感受。OK 啊，真的是海量数据啊，这个干篇不易，兄弟们记得点波赞，特别感谢。还想看什么机型的长测，欢迎大家评论、私信、弹幕发给我们。波人点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